这个手牌 all in 绝对不会是一个错误，但问题是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决策？当下我做了一个决策，我选择了 all in， 自己事后稍微想了一下，可能会是一个错误。好消息，小 P 战队福利全面大提升啦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战队福利从原本的每个月$2000加码到$5000，包含了全新的锦标赛积分榜及首月战队任务，并且我们加开了免费战队锦标赛的场次以及增加奖池。每周的锦标赛积分榜第1名可以获得$200。假设你连续4周都获得第1名，自己算一下。任何最新的战队资讯以及锦标赛积分榜排名都在小 P 的扑克世界官方网站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加入小 P 战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1500 Freeze-Out Day 2发生有趣的手牌。那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Freeze-Out。Freeze-Out 的赛事呢，它的特点就是不能够重买的意思。你只要参加一个赛事名称，它有特别是 Freeze-Out， 就是告诉你不能够重买，不用问，就一条命。那这场赛事呢，总共大约有2000多一点点的人数参加，进入前圈的百分比呢是15%，大约有307人进入前圈。那我们在第2天开始的时候，只有剩下190位玩家，我的筹码量有18万进入到 Day 2。Day 2开始的时候呢是5001万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只有大约18个大盲左右。我们有记录的第一手牌是我在 low 价位，我有144000的筹码量，我们拿到了一对 J， 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最小加注。在这种接近15个大盲的策略里面，我不会有一个直接全下的策略。就算有一些图表可能告诉你，比如说 A10 同花、AJ 同花可以直接 all in， 但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2手牌最小加注还是有比较多的好处，尤其是当我们打现场的赛事的时候，我们会自认为对于大部分的玩家都有一个翻牌后的优势。如果真的说我想要在 low 价位有一个直接全下的手牌的话，我可能最优先的选择会是一些5566的对子，原因是因为它翻牌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嘛，除非开5开6，要不然你都要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翻牌后的决策。所以呢，一对 J 我们最小加注，bottom位的玩家他有14万的筹码量，拿 all in。那我们就是一个很轻松的跟注，看到2位玩家的手牌，我是一对 J， 他是 AJ 不同花，翻牌是一个10嗨的翻牌啊，转牌中 J， 我们转牌呢赢下底池。过了一阵子之后呢，有趣的手牌发生是在小盲对大盲位。这手牌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简单的手牌，但我觉得双方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策略。这手牌是弃牌到小盲位的对手，他大约有2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了平跟。我大约有22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A10 不同花。面对小盲位的平跟，大盲位加注的策略应该很明确，大约是30%到40%左右的手牌范围。那我们的 A10 不同花呢，绝对落在这个范围。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加注。那选择的尺寸，我觉得低于30个大盲会选择2.5个大盲，就能够达到我们这样子的目的。它如果是很烂的牌，它就会弃牌。那如果说我们是非常好的手牌啊，比如说 A10 以上啊，甚至是很大的对子啊，99以上的对子，我们都希望透过一个比较小的加注，就算它跟注，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。那我觉得加注比较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位置的优势啊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加到这么多，尤其是我们的筹码量比较少嘛，所以我加注到2.5个大盲，这个时候换它有一个决策要做，他很快的就 all in。当他今天选择 all in 20个大盲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当下的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那我在想什么样的手牌，我可能需要思考比较久一点。如果我今天是 A8 不同花，我应该都会跟注，原因是因为我预期会看到比较小的对子，比如说22到66的对子，我们基本上都有足够的赢率去继续。尤其是我们还会看到，比如说 A2到 A7， 不管是不同花或是同花 A 的手牌，这是我们直接压制。所以我觉得最明显的呢，就是 A8 不同花以上，我们应该都会跟注。至于同花 A 呢，我觉得就比较接近了。譬如说 A5、A6、A7 同花，我觉得比较接近，很有可能会根据玩家来跟注。如果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玩家，那我可能会跟注，因为我知道他会推很多 Q8 同花啦、K9 同花之类的手牌。那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紧一点的玩家，那我刚刚讲的那些同花 A 可能都会弃牌，尤其是 A2 到 A4 这种最弱的哦。如果我们 all in 看到22到44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落后，所以我觉
得同花 A 跟不同花的 A 的手牌分布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 A10不同花呢，非常轻易的跟住，看到对手是 A3红桃，我就成功的从他身上啊把他给清掉。那我自己在想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觉得 A2、A3 甚至是 A4，我可能会偏向跟住多一点。原因是因为当你今天 all in 被跟住的时候呢，我会希望我的踢脚是越高越好，尤其是对上我有一些比较小的对子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差的一个小细节，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分说玩家选择手牌的逻辑是什么。他可能觉得哦这是同花 A 我就 all in， 但我觉得他没有在想的更深入一点。尤其是当他今天透过跟住，其实同花 A 进行一些翻牌后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好进行的一个手牌。我感觉他有点失望，然后我觉得自己有点太冲动了。那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之后的状况，黄注是6000、12000 ，low 价位的对手他大约有22万的筹码量，接近20个大盲，他选择加注到24000。我在大盲位，我有5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J9不同花，选择跟注。翻牌是 AJ10彩虹面，底池66000。那我们的预设策略选择过牌，对手选择持续下注33000，他选择的这个下注尺寸我觉得很合理，比预设的1/3多一点。两个情况，第一个就是当他今天这个翻牌对他越有利的时候呢，他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大的下注尺寸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个呢是当他今天的筹码量如果比较多的话，那我觉得下注大尺寸那是更合理。原因是因为今天他如果有40个大盲、50个大盲，他当然希望在他有翻牌优势的时候投入越多的筹码进去，尤其是他希望打一个很大的底池。但是他今天其实筹码量相当的少，没有必要下注这么多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我们的手牌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，尤其是这些带有后门顺的对子，譬如说 Q10、K10、90、J9、J8、JQ、JK 这些手牌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，那更不要讲有 A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转牌是一张7。底池132000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过牌，他选择了一个大尺寸的下注，我觉得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。我过牌非常好的是，他也选择过牌。当他今天转牌过牌的时候呢，对于他的范围的猜想，我觉得是什么？譬如说一对 Q， 一对 K。KJ、QJ 之类的手牌，它可能没有 A， 因为大部分有 A 的手牌应该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慢打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万一合牌开一张 K 或开 Q 成顺子怎么办？大部分的玩家都觉得说我筹码量很少，我就转牌下注，我不希望合牌开这种顺子的手牌。包括合牌开8跟开9，也是潜在这种4张连在一起成顺的机会。当他今天转牌过牌的时候呢，我就认为他不会有 A， 他也不会有2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迹象，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比我 J 还要低的手对一对9一对8以下的手对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合理。那这个时候我的一对 J 就可以轻松的摊牌获胜嘛。合牌来了一张更好的合牌来一张8让我 J9 成了一个有9的顺子，132000的底池。我先动作，我们这边需不需要有一个过牌的策略呢？答案是要有，但是我觉得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，我们不用打这么的太有想法。德州扑克就是一个很简单，你有一个很不错的手牌，你就是价值下注，不要想太多我们的直觉呢，要么就是过牌，要么就是选择下注大尺寸。当下呢，我选择下注一个大尺寸9万，这个时候他就在想，他可能在想要不要抓炸虎。他想了之后呢，他跟住，我就开牌了。他看到我的底牌之后呢，他就弃牌。这把牌呢，我觉得啦，如果我合牌过牌的话，他应该也是一个过牌，让我少赢了。这把牌很不错，让我赢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底池。好，那下一手牌呢，就是最后一手牌发生的状况呢，是一个自己事后稍微想了一下，可能会是一个错误。这手牌呢，踩到另外一个桌子，当下的盲注级别是8000、16000。我记得我当下的筹码量有接近50万大约是30个大盲。上桌的时候呢，桌上有一位玩家，他跟我打招呼，他说他是2年前跟我打单挑，输给我线上的金手链。2年前的话是在美国 WSOP 的一个400深筹赛，当下的这个对手我不大记得他是什么国籍了。他后来跟我打招呼，他就说他输给我。那这个时候上桌我就有一些资讯嘛，就是他会打线上扑克，可能是一个比赛常客。当下呢是一个 low 价位的对手，他选择加注，跟我单挑的这个朋友呢，他在 high 价位选择了3次下注96000，大约是6到7个大盲左右，反正就是 low 价位加注。我这个朋友3次下注到6个大盲，弃牌到我在8成位，我拿到了 AQ 不同花，或接近30个大盲。我们先讲预设范围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查了电脑，告诉你的预设范围，我们这边能够 all in 的牌，如
果我们在没有任何资讯的情况下，最弱的手对呢是1对10，也就是说1对 J 以上的手牌呢是明确的 all in，1对10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分水岭。其他的手牌呢 ，AQ 同花是正 EV 的 all in，AK 同花当然也是正 EV 的 all in。不同花的手牌呢 ，AK 不同花是唯一一个不同花的手牌可以 all in 的手牌 ，AQ 呢是一个接近0 EV， 也就是说在没有资讯的情况下呢，这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策略。就我刚刚讲 ，JJ 以上的手对 AK 不同花、AQ 同花跟 AK 同花是可以正 EV 的 all in。除此之外呢，在没有资讯的情况下都是弃牌。我自己是知道说 AQ 不同花是一个很尴尬的手牌，这个手牌 all in 绝对不会是一个错误，但问题是不是一个最正确的决策？我自己事后觉得可能不是。原因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对手，我自认为，就算我这手牌弃牌，我有30个大盲，我觉得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到后面。就算他有足够的炸胡，我都觉得放弃掉这个机会，我可能会更容易找到更多其他的机会。当下我做了一个决策，不是最好的决策，就我选择了 all in。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很快的弃牌，然后我这个朋友很快的跟注，然后他是1对 K 翻牌，我记得是 J high 的翻牌，然后有2张黑桃。我是 AQ 带有1张黑桃，他是2个红色的 K， 转牌开了第3张黑桃，合牌呢很遗憾的啊，并没有开黑桃，所以我就淘汰出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跟我嘴炮，他说上次输给你金手链，这次换我赢了啦。那我就转身离开。好，我们获得的名次呢，第80名，奖金是5200多。很遗憾，虽然说我们一开始从18万的筹码量打到了50万啊，这一手牌我觉得有点遗憾啊，就淘汰出局。如果各位对于这一次的 WSOP 或是我来美国参加比赛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来问我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分享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